亲爱的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丁维平。我们今天讲这个话题呢，是在美国买房卖房常见的问题。其实呢，我们对所有的华裔移民或者每一个移民来到美国呢，拥有一个自己的家，都是梦想的第一步，而且是最重要的梦想之一。但是呢，在美国买房卖房，其实呢有很多很复杂的因素。那么很多人呢，一直在看，结果呢，就像我们看到这个房地产的市场跟美国的经济市场都是不可预期的。那么之前呢是卖方市场的时候，觉得说价钱还不错，结果一直等，结果忽然一天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变成买方市场了。那么你错过了你的时机，错过了你的机会，也错过了你想要的那个当时的那个价钱。那么怎么样能够在美国实现买房卖房的这个好的梦想呢，就需要一个非常好的经纪人啊。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请到是 Helen Chong 张喜兰来到我们的节目。你好 Helen。你好，谢谢。真的很高兴啊，因为我们认识 Helen 呢，我当时认识 Helen 的时候，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因为她饭做得很好吃，获得了我们这个就是国际美食比赛的第1名。然后呢，也是个非常年轻漂亮的一位这个女士。结果呢，我一直以为说你没有结婚，才发现说你已经是2个孩子的妈了，对不对？对，已经有2个孩子。是。你在地产这个行业里面，人家会不会说，你这么年轻，你有经验吗？有，其实经常发生的事情。每次有时候出去了，他们都会说，你是刚刚毕业的吗？那我都说，没有，我已经做了地产很多年了。已经做了9年的时间了，而且在做地产之前呢，Helen也是在这个就是美国的养老基金这个公司呢做顾问公司呢做分析员，所以呢他一直在跟这个理财啊这些方面打交道。对，是。其实现在我们来看，就是南加北加整个加州吧，也是美国的这个生活大家最向往的一个地方，就是 California。就是 California 现在的房产呢，完全成了卖方的市场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卖方愿意卖就卖，他不愿意卖呢，你就得等。那他要出什么钱，你就必须要出到这个钱。那么现在就涌现了一大堆人要来抢房子，抢房热潮呢真的是不可思议啊！想到几年前几乎房子出来卖不掉，现在一帮人在抢房子。那么在这个抢的热潮当中呢，当然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但是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会出现呢？好像这几个月，因为就是 sales market 了，很多可能要抢一个房子的话，你要跟20个、50个人去抢一个房子，所以呢，有些时候就是那个经纪或者是那个买家就说，我宁愿就是放弃我所有的权利，就是说我不做检查，我不做我的贷款，什么都不做了，那我就直接去寄一个 offer 给那个 seller。放最高的价钱，还有就是放弃自己的所有的权利，那这样做呢其实是很危险的。对啊，你这样做会有什么危险呢？就是不止于就是对买家不公平，当然有很多时候你知道买家他看了一个房子，为了要争这个房子要赢的那个 offer，他就不是一切去进那个 offer， 后来呢赢到了，可能就会有一点后悔。因为他比别人都买的贵。对啊，他可能就觉得好像比别人买的贵，或者是后来发现有一些问题，就比刚才他可能看到的 seller 给他的报告里面看到有一些问题，可是现在他不可以退出来，因为他的定金已经给了 seller。那个时候他可能会买了以后会后悔，也可能会回去告那个 seller。那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对那个买家有影响，对卖家也是有一个很大的风险的。的确是这样。你刚刚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比如他放了定金啊，因为我之前也曾经也在买房，我们这个 building 也是买下来啊。那我在买的时候，我也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当然，我们的经纪人非常好，但是万一说我遇到我放了定金之后，结果我发现说我是这一区里面最贵的一个那我当然就不高兴了。我的邻居都比我便宜。对啊。那这个时候我就发现说，我当时抢得太急了，我现在要退，那我定金可以拿到吗？那就是要看你那个时候跟你的 offer 跟你的 seller 同意的那个时间，因为通常呢，我们进一个 offer 的时候有3个最基本的时期可以给你做检查，就是第一个是房屋检查，有一个第2就是贷款的那个批准的时期，还有一个就是估价，就是给那个估价专家去看你的价钱是不是跟你进的那个 offer 是差不多的。那我们通常就是放大概17天的时间去给seller 或者给 buyer 一个时间去做这些的检查。那好像比如说第17天，
不等于你的定金就自动的给了 seller， 只不过就是说 seller 可以回来就是要你签一份我们叫做 contingency removal form， 对你签的那一份呢，那你的定金呢就会退给那个 seller，可是呢，可能你需要2-3天多2-3天的时间去做你的检查，那你那个时候可以就是要求 seller， 我可不可以再延长2-3天呢，或者延长7天呢的时间要做我需要做的检查？要是那个 seller 说不可以，因为我现在有很多 buyer 在等着要买我这个房子，然后他说不可以的话，他还是要给你最少2天的时间就是一个2天的警告。你还不签那个 removal 的话呢，那他才可以 cancel 你的 contract。所以不管是对 seller 来讲，对 buyer 来讲，都不要那么急着就把一件事情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就决定，因为房子毕竟是不便宜啊，很大的一项投资，是，而且呢，是我们人生当中也就可能。我觉得我们华人虽然是善于这个经营这些房地产，但是你一生中看看说你能够买几次卖几次房子呢？那么这么大的一个决定呢，你不能仓促的就下了。不管是卖方也好，买方也好，你这时候哪怕你多一点时间，把一些程序都搞清楚了，弄明白了，对吧？对，就是。所以其实你在做了这个行业做了那么多年的时间啊，我知道说你以前是在做这个就是养老基金顾问公司的分析员，是，这个听起来也不错，为什么转行呢？对，其实听起来是蛮不错的。那我在那边做了大概4年半的时间。刚刚你要是记得的话，就是2000年跟2001年那个股票大跌。那个时候呢，我就看到很多我们的客户，还有其他就是刚刚快要退休的朋友哈，他们的养老金突然间就没有了，到大概50%到80%，那就是说本来是那一年要退休的时候，他现在不可以退休了。对啊，80%没有，那等于一生的这个积蓄都没了。对，本来他们就是想这个是我养老的资金嘛，可是就是把那个钱放到股票上面，可是就是没有自己的控制能力，就给人家就是因为这个市场跌了，他们也不可以去退休了。所以我看到就是心很酸，我就觉得。怎么搞？怎么我们不可以自己有一些控制能力呢？我们的退休是我们自己的退休的时间嘛。那所以我就开始研究其他的投资的机会。那我特别喜欢就是地产。那个时候就读了很多关于地产的投资的文章。那我也上了很多就是地产投资的课程。那我觉得。地产真的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行业，所以呢，我就做了4年半以后，我就决定转行。你觉得地产的魅力是什么？地产呢是一个，我就觉得它是很 powerful， 因为你可以自己控制得到。我很多时候好像说，我后来就是开始自己去投资地产。我还没有进 offer 之前，我做我的分析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买这个地产会赚到的利润大概有多少。你都已经算到了。对，可以算到，但不是说100%，可是就是都差不多，我已经可以知道大概有多少，可以赚了多少。还有就是。可以一个很长远的，就是对我退休以后有一个经济上面有一个稳定，就是说我的父母第一不需要担心我经济问题我的孩子也不需要担心我，你知道孩子以前我们说养孩子他们。就是我们老了，他们可以养我们。可是现在来讲，就是我希望我们老了，他们不需要担心我们，因为他们自己养孩子，他们都就是那个生活费也是很贵嘛。所以我最希望呢，就是说我退休的时候，我不需要人家来担心我，也不需要去依赖其他人。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投身到地产这个行业啊，因为其实很多人做了地产的都觉得说，这个是不是来钱最快啊？是不是说我这个什么人都可以进去啊？而你不是这样，你是因为在另外一个职业当中呢，你看到的人的钱在这个投资中间一下就亏掉了，对，所以你呢思考了人生更多的问题，对，然后想着说怎么样对人生有一个比较相对安全的一个规划，到老的时候有一些经济上的这个支柱，不至于说80%钱都亏掉，然后50-60岁了还要再出去工作啊这些，所以我觉得你真是很特别的一个女子啊，尤其年纪轻轻就可以认识到这个理财啊，这个对生活的重要。那你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讲讲你自己的故事吧。
吧？对，我其实本来就是在香港长大的。那我16岁的时候就到印尼去，因为那个时候呢，我父母就回去印尼去重新开始他们的事业。那他们那个时候刚刚开始一个餐厅，那我说我就过去帮他们。16岁，对，16岁的时候，真是花季。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比较困难，那觉得他们真的需要帮忙。那我一个人在香港也觉得，也没有爸爸妈妈不在身边嘛，那宁愿就是在爸爸妈妈身边，所以就到印尼去。可是就是到了那边帮了他们1年，你觉得还是需要读书，也需要去读大学。那个梦想，那个时候的梦想就是很想过来美国。那当然那个时候父母没有钱，他们就说不可以。可是我就是比较 stubborn， 所以我就硬着头就说好，我自己去拿 student visa， 然后我自己过来美国。来的时候是没有什么钱啊，那当然父母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太帮助太多。可是我真的很幸运，我还是在 UCLA 毕业。那毕业以后，所以就是在那个养老金投资顾问公司做了4年半的分析员。18岁少女怀揣着自己的梦想，在没有钱、父母也有困难的情况下呢，执意的孤身前往美国打拼啊，然后呢，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所以我相信你可能很多更理解那些移民的心声，是更理解大家到美国这种打拼，为什么房子对我们这么重要？对，其实我就是这个地产投资的，我觉得是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方案。无论你可能你是做股票投资，或者是有自己的生意，你要是看一看很多比较成功的人，他们都是会投资在地产上面。那我想很多人不明白投资地产为什么有这么powerful 这么大的那个威力呢？为什么呢？我其实做了那个4个 slide， 来给我们看一下，来给我们看一下。那就这个 slide 呢，就是讲关于为什么我们会喜欢做地产投资。对。那好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刚刚结婚有小孩子，我都会想到我想买一个房子哈。那我就给一个例子吧，就是说我们买这个房子大概50万左右，可能在这边哪里都买不起了，对，50万都买不到。可是很多其他地方可以买到一个大房子50万的。那你通常都要放一个20%的定金嘛？那你的贷款就是说40万左右，10万放下去，然后40万是贷款。对，然后呢，你就买这房子，通常是30年的贷款。对，那你老了，那现在老了你还是有一个房子。那我就给你一个例子，就是说，譬如是以3% 的增值率。那这个3% 其实蛮保守的。那3% 30年以后呢，就是说你现在这个房子就是值大概120万左右。每年3%，到了你退休那个30年之后就已经涨到这个价钱了。对。所以呢，那现在你老了，孩子都长大了，那很多时候就是孩子都要出去，不住在你的家里，那么你也不想住那么大的房子嘛，才两个人，那所以很多时候老人家，所以他们想买一个小的房子，所以我就说 downsize。那你要买一个小的房子的话，都要大概可能80万左右吧。那你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Helen 的这个 PowerPoint 做得非常漂亮啊，然后呢，这个非常实际的给我们展示了这个。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把它换成大房换小房了。对，换了小房。那你换了小房之后，你就是赚了大概40万的现金。那就是譬如说，你还是可以就活到就是活多25年的时间。那就是等于大概每年有16000块的收入。那当然我这里就是比较简单的去解释，没有算到你的那个税务的问题。那每一个人的税务的情况有一些不同，所以当然我就是建议大家去问他们的 CPA 关于他们的税务的问题。可是呢，我想给大家解释一个呢，就是除了自己的房屋之外呢，要是你再买多一个房子，你的差别有多大？我们来看一下。那另外一个example 就是说一样我们刚刚结婚有孩子想买房子一样，就是50万的房子，贷款是40万。那可能10年以后孩子大了一点，你也又出了一点钱你就买一个，我就当作是4个月的出租的房子。OK。
那你可以在外面买外州买，或者是比较便宜的地方买。那就譬如说也是50万你的你的贷款是40万，也是放了20%的定金。然后呢，你的租金跟你的贷款，就譬如说每个月也是3000块，就是说你没有赚什么钱，你 cover 你的 mortgage。对，就是 cover 你的 mortgage 罢了。那然后呢，再过20年，现在又是老了。那现在不只是一个房子，现在有2个房子。那刚才给的 example 就是说，你自己的房子现在是120万，那你的贷款现在已经付完了哈。那你的出租的房子呢？现在因为好像也是用3% 的增值率，20年以后呢，这是值大概90万左右。然后呢，你的贷款呢就是剩下20万。那不要忘记，你的租金每年也有那个 inflation rate 吗？对。那我们大概 inflation rate 我们都是说大概3%，所以到20年以后，你的租金可能大概5400块，可是你的贷款还是3000块一个月，那就是说你每个月也有赚到一点钱。那现在就是说总过来讲哈。那你老了，你也是一样，是想卖出去你的那个大房子，你卖120万。刚才我就是说，出租的那个房子有20万的那个贷款嘛，对，那你就用那个120万去付那个20万的 balance， 就把剩下的就付清了，对，付清了，对。然后呢，就说你什么没有其他地方住，你就可以搬进到你自己其中一个 unit， 这个是对worst case scenario。然后呢？那你就是说，你现在有100万的现金，对。然后呢，你还有3个 unit， 因为你住在一个 unit， 你还有3个单位你可以收租，对。那这就是说，你每一个月还有4000多块一个月的收入，那就很好了。对啊，对。可是你看，你现在其实还有100万的现金，倒不如就是买那个小房子吧，你还是可以买那个小房子。那你买了那个小房子，就是说你其实用120万付掉你的出租的那个 balance， 再买一个小房子，你还是有一个20万的现金在身，再加上不要忘记你现在有4个单位的租金进来，就是说每一个月你有5400块，还有你的那个出租的房子，还有它还是值大概90万左右。就是想一想，你老了的时候，你没有工作了。你可是还是有一个出租的房子给你一个收入，你的孩子不需要担心你，你也不需要担心你的政府会不会给你一个养老金，你这个是很自主。所以呢，我觉得只是你需要买多一个房子，也不是需要你的租客帮你付你的租金。可是到你退休的时候，那个 benefit 真的是很大很大。要是我们比较刚才我们第一个例子，你买一个房子，后来呢，我们就是说平均来说，大概每年有16000块的收入哈。现在无论你要再活到25年、35年、40年，你还是有那个最少5400块。还有加每年有3% 的 inflation rate 的收入，所以我想你在一个老人家来讲，有这种的收入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其实比你的退休金听起来还要好的样子啊！而且我觉得这个我在听你讲的时候，就把这么一些东西放在一起，非常深入浅出，很简单的把这个道理讲出来，而且很形象、很生动。很多人有时候买房子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或者说过了10年、20年，甚至你30-50年之后，他这个东西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对。那我在听 Helen 讲的就是，他不愧是他过去这个作为分析师的这个 background， 他可以把你的这个整个非常清晰的分析出来。那你现在买了这个房子，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然后这个房子呢，在30年以后能够给你带来什么？那么在过了10年之后，你又将如何的规划？这些真的是非常清楚。我觉得听你这么讲的时候，就是我发现说。你看你在你这么年轻的一个年纪，已经把多少年以后的事情都规划好。不过如果人家都像你一样永远不老怎么办？
不会，就是因为我就是觉得，我们人生一生人可能是我自己的goal，我自己的目标，就是希望我自己父母不需要担心我，我们的儿女啊不需要担心我们的经济情况。我当然希望我跟我老公退休的时候可以有一些收入，也可以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也不需要去依赖政府。我们可以自己做的时候，就是一点点的东西，我们可以自己做的，就自己去控制我们自己的未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朴素的一个梦想啊，虽然说听起来都非常实在实际，但是呢，这真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一个实实在在的梦想。当你这些梦想实现之后，你才能够做更大更多的事情。对，应该这么说。而且你现在做的不只是你自己的梦想，而你在帮助其他的人。对，就是我现在我的客人，我觉得就是很大的安慰，因为每一次帮他们买到一个房子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觉得我买到他们一个家庭一个安定，他们有一个房子，就是不需要担心我要住在这里多少年，我又要搬了。他们有自己的一个房子，我也知道，就是说他的房子会增值。他虽然不是说我们当然不知道那个房屋价钱会有上有下嘛，可是要是长远来讲的话，都应该是不会说会跌得很厉害。所以呢，我就觉得一个很大的安慰。其实你说长远来讲不是会跌得很厉害，我看美国来讲也是看你投资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我看到有些人他们投资到什么一些外州的一些地方，房价跌得真的很离谱，确实很离谱。可是，在 Silicon Valley 这一带呢，房价其实就在美国的经济 downturn 也没有跌多少。对 ，overall 在今年累月加起来还是在涨的。对，是真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你投资房地产这个来讲的话，对你一生的投资来讲是比较有保障的，相对而言。当然有的时候你在其他理财产品上，也许在短期内可以让你赚的好像看起来蛮多的，可是它的风险也是非常大的。是，所以做一个分析是很重要。投资在地产有很多不同的技巧去做，可是做一个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不可以。我就是觉得做地产，你可以好像赌博一样，就是盲目的买一个房子，希望那个房子的价钱会上升，就是等于买股票一样。我觉得买股票也是一样，赌博一样。我放那个钱进去，希望他们有那个价钱有一天会上升。可是做地产呢，你有很多其他方法、其他技巧，就是做一个很 detail 的分析的话呢，你应该都不会比较安全的投资。对。其实呢，我们在这个买卖房屋的都需要地产经纪，而且在我们 Silicon Valley 很多做地产的华人的地产经纪。那么大家如果是找到你的话，你会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通常呢就是跟我们的客人先见面，就是给他们解释一下我们这个市场的那个 statistic， 然后呢，我有一个 partner， 他专门就是帮他们去看房子，那他就是每一个房子他们去看的时候，他也会给他们一个建议，就是说这个房子可能就是看他们有没有小孩子啊，看他们自己的情况，然后呢，就是给他们一个意见，就是说可能这个房子你可以装修到怎么样的样子啊，这个房子有没有那个 potential 去加建还有什么的。然后我呢，就是帮他们做我就是专门做分析的那 part， 那我就做那个很仔细的分析，看一看那个价钱，还有看一看我们这个地区人家就是 offer 那个价钱大概是多少？比如说，这个地区大概他们 offer 都是105%、110% 的，那我们不可以只是放100% of the offer price， 我们一定要放可能就是那个 average 来讲。那还有呢，就是当然 negotiation 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进了 offer， 好像比如说 sellers market， 有时候他们就是说把你的权利全部都放弃了。可是，在我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我的 buyer 还是有他们自己的权利去做他们的 inspection， 我们可以做3天到5天的 inspection。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是找到一些不应该，就是 seller 没有告诉我们的东西的话，我还是可以回去跟他们 negotiate， 再拿一些 credit 回来的。可能甚至为了客户的利益呢，不惜要延期啊，或者呢，到最后发现这个房子不值得买，你们也会直接的告诉客人说 ，not worth it。
，definitely，因为其实我觉得任何行业都是一样，它就是一个诚信建立的一个信任嘛。那我刚听你讲，就说你可以帮客人做一个很好的分析啊，就像你以前的这个，你做了这么多年的分析员的这种工作经验，分析呢实在太重要了。是在这个区域啊，先是分析这个房子的情况，然后分析呢它这个未来的增值的潜力，其次呢要分析客人自己家庭的需求和你们家的情况和你究竟要什么。这有一个人帮助你理清的时候，那真的是省却了不少的麻烦啊，可以这么讲。那其实你在买房子里面，我觉得你真蛮有乐趣的，对不对？最让你觉得快乐的是什么？我最喜欢就是看到他们买到房子的时候，他们真的很兴奋，他们很高兴，或者是他们卖他的房子赚到那个钱，然后再买一个新的房子，我就是觉得我有时候感觉好像是自己买房子一样，那么兴奋。那有没有让你很觉得沮丧的时候呢？怎么？就是 depressed 的时候，不是很也没有什么 depressed 的时候，有时候就是 negotiation，就是我们因为经济跟经济我们自己要negotiate 嘛。那个其实那个 process 比较。可能就是说比较 depressing， 因为做一个地产的那个情绪都蛮复杂的。那还有就是有很多 emotion involve， 有时候可能那个经纪或者那个 seller 比较 emotional， 你要怎么样去应付他们？那你不需要跟你的 buyer 讲或者你的客人讲，因为客人找你就是因为他们不想烦恼嘛。所以你就自己跟他们谈好了再跟你的客户讲。就我想人家看到你这么美丽的微笑的，没有什么的都已经什么都很高兴了。当然我知道任何一个行业都非常不容易了，是。而且我就在听你讲的时候，我也有一个深深的体会，就是说很多时候人家会想说，我就为了抢房子，我就赶快牺牲自己利益，赶快拿到。其实这样做呢，对 buyer 也不好，对 seller 也不好。对。而且对一个要卖的人也是一样，你急匆匆的就要出手了，说我就要像这个赶在好像价钱最高的时候立刻出手，你怎么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才是价钱最高的时候？对，其实人生的这个就像人的生命一样，有的时候呢，那个花一定要吸足了营养才会绽放，才会美丽。是，所以看来就是说，你做这个房地产这个行业啊，真的是你热爱，所以你才会这么快乐每一天，对不对？是。那其实关于买房卖房的常见的问题呢是很多的，我们今天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介绍，尤其是让你来认识美丽的 Helen 究竟是谁，她为什么这么热爱她自己的这个行业啊职业。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呢再为大家请到 Helen Chong 张喜兰来为你继续介绍呢关于在美国买房卖房你需要知道的一些必备的知识。那非常谢谢观众朋友今天的收看，也谢谢 Helen 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你，谢谢你，谢谢观众，谢谢。亲爱的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硅谷看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丁维平。你做的事情算不算雪中送炭呢？一辈子好像是预备，如果机会来的时候呢，机会就来了。访谈节目是抽象化，我们在给你 create 一个艺术。这个艺术呢，它是把你精神的层面的，把你人性的一面的东西、美好的东西 bring out 出来，包括你谦虚，包括你善良，包括你大度，包括你自然。3年的时间，我们已经做了差不多3000个电视节目了。作为呢身在硅谷的一个创业的媒体，我们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就是传播创新。那你看到这个小公司 startup 的 innovation 和你在这个大的公司的 innovation， 你觉得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He's crazily good。在云端科技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在媒体的人呢，就是说能够做的时间久的，没有一个不是真正热爱这样一份职业的。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它是一种信仰。创业也变成了你的一个信仰，那么你就可以呢克服所有的困难，勇往直前，不计得失，不计代价，苦中作乐，乐在其中。